本宫刚刚得到消息，说你派人到慕容家别院揍人去了。嗨，什么都瞒不过皇兄。慕容尚书虽有不对，但毕竟与我们走得近，不能太伤人心了。好了，下不为例了。是皇兄。你是不是喜欢慕容麻雀啊？害什么臊啊！你还有1个月便满14了，母后会给你安排4寝宫女。我们西凉安排4寝比较晚，如果是放在前朝的话，皇子10岁便有4寝宫女了。怎么不相信啊？如果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严公公。信？皇帝怎么会不信呢？那就是不喜欢慕容麻雀了。皇兄，您真误会了，皇帝对慕容姑娘只有欣赏之意，并无男女之情。慕容姑娘为了百姓，可以只身涉险进入南里巷，还把宝贵的神药砸碎给陌生百姓用，更无私的把制作药物的方法献给朝廷。这样的女子难道不应欣赏？你说的没错，本宫信你。反正她也要和离了，既然你不喜欢的话，那么本宫要了。不行。哦，为何不行啊？皇兄，皇帝才13，还有1个月就14了，14岁就能安排4寝宫女。如果你听不懂的话，皇兄再给你说一遍。好嘛，皇兄也学会了，好的不学，学这。不是，皇帝的意思是，就算是14，安排了4寝宫女，但在思想上，还没做好喜欢一个人的准备。本宫也没逼着你喜欢谁呀，本宫就是说你不要，本宫要了。皇兄还说没逗我，皇兄怎么可能有喜欢的女人？要是有，早就有了。本宫只说要了她，可没说喜欢。新主语和慕容嫣然要入东宫，是因为本宫喜欢吗？确实，本宫谈不上喜欢慕容麻雀，但她有趣却是个不争的事实，放在东宫里当个玩物，那也是不错的。玩物？她能拆了你东宫啊？哦，那样啊，本宫就更想要看看了。老九，你记住，宁可杀错1万，不可放过1个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先抢来；若是没兴趣，再放了，绝对不能眼看着想要的东西溜走，空留遗憾。本宫不逼你，还有1个月，14岁之前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必须想明白。皇兄，你要回去啊？皇帝送你。翌日清早，千瑞院，王爷，你觉得我对昌宁侯的建议对吗？如果你觉得不妥，我赶紧去找他纠正。我赞成你的提议，只要太子不倒，昌宁侯就凶多吉少。既然注定如此，还不如在事态严重之前先全身而退。有你这句话就行。但没什么，应该不会。不会什么？说说看，别管靠不靠谱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说了也许你不信。太子看似温良儒雅，实际上心胸狭隘，极其记仇。我担心昌宁侯因拒绝太子，所以被记恨，即便是离开京城，也会被太子的人刁难。那能怎么办？离开京城有可能被刁难，留在京城却会越陷越深，进退两难呐。是啊，这世上就是有太多不公，也正是因为不公的存在，逼着人无所不用，拼命向上爬。毕竟爬得越高，不公便越少。不公是少了，却更致命。算了，即便昌宁侯不是官员，只是普通百姓，得罪了恶霸，也是前景不妙。你很担心他们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但我的人生格言是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所以我能顺手帮就顺手帮，不顺手的话，几乎不会主动帮，除非别有目的。你帮我也是有别的目的？当然啦，不仅是你，我救朱榴莲也有我的目的，否则我吃饱了撑的，没事蹲在乱坟岗，难道是欣赏风景？小姐，咱们别这么实在，该花言巧语的时候还是得花言巧语的。如果瑞王生气了，不让你做瑞王妃了怎么办？你帮我只是为了得到那个信息？肯定不只是这个原因，还有很多原因，例如解决我的户籍问题，让我有个容身之所，还有你有权利帮我搜集我想要的信息，或者把我弄到前线当军医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这么丑，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你，所以我也不用自责耽误你的姻缘。放心，这些我都会满足你。你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单方面付出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只要我能办，都会帮你办，我办不了，也会想办法帮你做到。你什么都不用，维持现状就好。我们先出去，让王爷和慕容姑娘独处。朱榴莲也正有此意，点了点头，之后两人便贴着墙角溜了出去。真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！榴莲姑娘，你平时就不能多劝劝慕容姑娘，帮我们家王爷说说好话吗？你以为我不劝吗？我做梦都希望明天早晨睁开眼，王爷就和小姐办喜事。但小姐的性格你也看见了，是别人能劝呢？小姐想做的事，没人能阻拦；小姐不想做的事，也没人能劝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家王爷太可怜了。我家小姐说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他们两人的事，我们就别太操心了。如果两人有缘，肯定能走到一起的。来，李公子，我们再打2盘。啊，又打？我推你，你想去哪儿？不用，这轮椅很重的。小瞧我了不是？就算我力气没有朱榴莲大，但也比普通女子大很多。去那里。好，慕容朱雀将轮椅推了过去。君美玉到了柜子处，打开柜子第一格，里面满是银两和银票。你的银子够花吗？若是不够，把这些都装了去。又给钱？生给我？当然了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和我不用客气。慕容朱雀真的就没客气，把整整一抽屉的金银银票都装到了空间里。够吗？不够的话，再让云池取一些来。不，够，这些暂时就可以了。见女子不需要银子，君美玉便是从第2个抽屉里取出一柄极薄的匕首。这个匕首也送你，因为很薄，所以便于携带。确实很薄，方便携带，但我用不上。说着，把匕首还给了瑞王，从空间里掏出来2把手术刀。你看，我不用考虑携带问题，再大的东西我也能带，而且刀我这儿有的是，我的刀可比你的快。能给我看看吗？当然。这叫手术刀，原本是用来做手术的，但科技发展之后，出了高频电刀，割开皮肉之后能顺便止血，所以手术刀就不怎么经常用了。高频电刀？是，用高频电刀做手术时，经常能闻到一股烤猪蹄味儿。别说，忽然想吃烤猪蹄儿了。想吃的话，让云池通知厨房给你做。一会儿吧，他们正打着呢。就不打扰他们了。慕容朱雀侧过头，顺着窗外看去，却见两人你来我往。女子看窗外打斗时，瑞王却看着她，唇角含着笑。慕容姑娘看起来嚣张跋扈，实际上对身边的人极好。例如现在，她知道朱榴莲喜欢切磋武艺，所以故意留下来，让朱榴莲心安理得的找李云池切磋。真是个好姑娘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这是好刀，能送我吗？这个真送不了，这刀不能离我身边太远，离开一段时间就自动消失了，除非是某些药品在与其他物品混合使用中才能远离我。他突然觉得好内疚，人家瑞王说要银子就给银子，说送衣服就送衣服，还送了一堆瓜子儿。如今人家就想要2个破手术刀，他却送不了。我就随便问问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能不放在心上吗？除了手术刀，你还有别的想要的礼物吗？你说，我肯定给你办到。如果方便，能不能给我绣一个荷包？我没荷包用啊！我还是想办法把手术刀给你弄出来吧。所以绣荷包是强人所难了。要不然我给你设计一套健身器材怎么样？再过几个月，你的腿也可以开始做康复训练了。我可以走路了。走路还不行，在走路之前要做一些绷直脚尖、活动脚踝、抬脚这些运动。此外，再有3个月才能站立，站立后的2个月才能试着走路。好，听你的，你说怎么练我就怎么练。不瞒你，自从上回你教我做了膝盖支撑的俯卧撑后，我每天都练。哈，你坚持做呢？是。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出身有出身，却被一把火烧成这样。狗皇帝是真的心狠啊！岐上楼的菜色如何？挺好吃的。你之前去过吗？去过几次。你若喜欢，回头让人把岐上楼的厨子挖来。用得着吗？几道菜而已，我还是更喜欢自己烧的菜。再说，就算是偶尔品尝岐善楼的手艺，让人买回来就行了。说正事吧，这些天你回忆出别的信息了吗？关于飞机和汽车的那种信息？抱歉，暂时还没有。哦，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？10天，再给我10天时间，我一定会努力回忆的。刚刚是我表现得太夸张了，我和你道歉，我没有那么着急，你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来日方长，只要你上心，慢慢想就行。好，一定要想办法回忆出一些，哪怕是一点点也好。是夜，周围寂静无声。君北玉闭着眼睛，努力回忆12年前高烧时的场景。突然，周围涌来一阵冷风。君北玉一愣，冷风？他记得云池临睡觉前专门关了窗子的，却在这时一阵狂风大作，紧接着天色骤亮。他急忙抬头看去，却发现原来刚刚有一个硕大巨兽盘踞在天空，遮天蔽日，所以光线才一片漆黑。得多大的巨兽才能把整片天遮住？还有他明明在床上，怎么突然能看见天空了？这时天上的巨兽好像意识到地上有什么人，便饶有兴致地飞了下来。面对这种可怕的巨兽，君北玉终于维持不了镇定。王爷，王爷，您醒醒！王爷！君北玉猛地睁开眼睛，原来是梦。王爷，您是做噩梦了吗？要不要属下去让厨房熬一碗安神汤，或者属下去把慕容姑娘接过来？算了，一个噩梦而已，别去打扰她好眠了。你去睡吧，让我自己躺会儿。王爷出了汗，应该不舒服吧？要不属下帮您用温水擦一擦？是不舒服，但也不想擦。你去睡吧，我只想躺一会儿。
那这样，这帘子呢就先别撂了，属下就在旁边的软榻躺着。王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就叫我。君北玉见李云池太过担心，也只能由着他去了。脑海中浮现出母妃的声音：玉儿，记住，不能把那件事告诉任何人，不能。否则他们会杀了我们。他隐隐知晓皇上对他痛下杀手，也许也和那梦境有关。他现在已经没有后悔药，过去的事只能过去。既然他选择活着，就得想办法保全母妃和朱雀。算了，还是继续回忆吧。回忆什么？侯爷，您回来了。哦，这么晚回来，侯爷，您和同僚吃酒了？皇上留上了，没喝酒，吃了一些东西后，又说了一会儿话。说话和皇上啊？是不是关于紫妍的？啊？侯爷方便说说谈话的内容吗？一会儿把紫妍和阿雀叫来，一起说吧。一起说？侯爷要把他们两人都叫来？是，怎么？你想做什么？事先说好。这个节骨眼，不许乱搞幺蛾子，更不许再刁难阿雀。妾身怎么会刁难阿雀呢？之前都是误会，现在误会解除了。妾身就是在想，要不要撮合紫妍和阿雀。你疯了吗？紫妍对阿雀做过什么？你莫不是忘了？以阿雀那个性格，不报仇就不错了，还要撮合他们两个。再说和离承诺书都已经签了，撮合还有什么意义？确实是签和离书了，但现在不是还没和离吗？没和离，不就还是合法夫妻？紫妍也是受害者，如果没被唐念约骗，有可能紫妍早就喜欢上阿雀了，也说不定啊。再说他们都同过房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有什么心结解不开呢？同过房了？阿雀不是一直住在百鸟院吗？同过了，有袁帕作证。他们拜堂后第一天，我就把紫妍绑着去洞房的。阿雀嫁进侯府，确实是我们对她不公，正是因此我们才要补偿不是？更何况阿雀如今已不是完璧之身，再嫁能嫁什么好人家？要我说，能撮合还是尽量撮合吧，毕竟能治紫妍的女子不多。好吧，你打算怎么撮合？您不是要找紫妍和阿雀说事儿？现在正是晚膳的时间，找他们来一起用个晚膳吧。自从两人成亲，一次都没和我们用膳呢。哎，就按你说的去做吧。哎呀，这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吃团圆饭。之前因为侯爷不在府上，所以本夫人也就没张罗。现在侯爷回来了，以后我们就要经常一起用膳，热闹热闹。算了吧，热闹虽热闹，但也尴尬，大可不必。刚开始确实尴尬，习惯一下就好了，毕竟是一家人。我知道夫人在想什么，还是打消念头吧。先不说强扭的瓜不甜，也不说迟来的情深比草贱，只说我和世子不可能的，不是一路人，就别撮合了。但你们是夫妻，已经同房了。哦，那个呀，原怕是假的，沈世子自己割的伤口流的血，我们两人没同房，所以你们不用放在心上。什么？沈紫妍，你怎么能骗娘？别看了，有缘无分啊，说错了，是孽缘无分。谁看你了？哼，都被抓了个现行了还不承认？行，你没看我行了吧？以后别看了。看见了吧，别撮合了。沈夫人静静地看着沈世子，面无表情。这几天她后悔了。人都说慈母多败儿，她原本不信，觉得自家孩子聪明伶俐，但现在才知道，并不是聪明，而是不听话。用膳吧，母亲。沈夫人并未理他。娘，您别吓我呀！我吃饭吧。母亲，您怎么了？母亲，您说句话呀！有什么可问的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哀莫大于心死。夫人彻底对你死心了，以后你也不用绞尽脑汁骗你娘了，你娘不会在你身上有任何期待。什么？之前你娘一直对你抱有期望，无论你闯多少次祸，忽悠她几次，她都信任你，认为自己儿子总有一天会认真起来。谁知道10几年了，你一直这个德行。人都有耐心，沈夫人也是，她现在彻底没耐心了，所以便放弃你了。你胡说！爱信不信。沈子妍捏紧了拳头，骨骼发出的脆响充斥了房间。沈子妍，此事与阿雀无关，你不许滥伤无辜。母亲，娘，您能不能看我一眼啊？你们慢用，一会儿侯爷找你们两个说事，本夫人失陪。说完便起身离开。
娘，你听我解释呀！我不敢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从前你也是这么说的，我一次次信你，你却一次次就范。可以了，真的可以了，我累了。娘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您了，最后一次。侯爷，是您来帮我，还是我找护院？所以说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这傻白甜黑化起来真精彩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白切黑。如果沈夫人真能就此黑化该多好！从明天开始，有那个利用我的孙姨娘。子言，过来！为父的命令也不听了。看着母亲的背影，沈子言心如刀割，从前的一幕幕如潮水一般不受控制的向他脑海涌来，让他窒息的难以喘气。哎，先吃饭吧，吃完了，老夫有要事与你们商量。正如阿雀所预料，今天朝堂之上有人揍我了。然后呢？侯爷提出辞官了吗？提了，而且很坚定，但是皇上不同意。为此，今日还专门把老夫留下用膳，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。侯爷改变主意了。皇上说他还年轻，老夫这么说，你们两人能听懂吗？皇上嫌外戚和太子势力太大，开始威胁皇权了。所以说，那么早生孩子干什么？如果40多岁再生，等孩子长大，皇帝60多，不正好？沈子言吃惊地看向身旁的女子，他之前从未想过，一个后宅女子，尤其还是个私生女，竟将朝堂之事信手拈来。唉，老夫还未回皇上的话。阿雀，你觉得老夫应该辞官吗？抱歉，这个问题责任重大，关乎你们全家性命，或者你们沈氏家族发展的荣衰，可不是我这个外人能拿主意的。你的主意，老夫不会盲从，只会参考。只参考我也不说，这件事确实与我无关，我没必要担这个责任，趟这个浑水。沈子言心里酸溜溜，这等大事，父亲竟不和他商量，而和一个替嫁1个月的女子商量，心里不舒服了。之前逃学时，是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天呢？我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我落井下石，踢落水狗？没错，我就是在落井下石。谁让你落井前把蠢事做绝？谁让你落井？给我可乘之机！子言，这是你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要感谢阿雀。正是因为阿雀将你浑浑噩噩的假象撕碎，才有机会看清自己，改过自新。如果这次也不能改，这辈子怕是再没机会了。侯爷有什么打算吗？哎，不瞒你说，老夫也没想好。也是，谁不想当官，谁不想扬名天下，谁不想振兴家族？唉，皇上让老夫3日后回话，让老夫再想想吧。好的，侯爷只有这一件事吗？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回了。阿雀，你真的没什么意见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侯爷现在也是有病乱投医了，我只是一个18岁的黄毛丫头，偶尔抖个机灵，能有什么大智慧？如果侯爷拿不定主意，可以和信得过的朋友们商量一下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他为何抓着人家小姑娘不停地问？他已经无能到依赖个小姑娘了吗？侯爷也别自责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阿雀就不比比划划，让侯爷判断了。阿雀告辞。好，去吧。很快，慕容朱雀离开。哎，子言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父亲，您问我？现在的情况是，我们若留下，不依附太子，太子会对付我们；我们若离开，皇上又挽留，更有一些许诺。最重要的是，皇上暗示要对付太子。如果我们这一时候留下，便是皇上的功臣，以后定会平步青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选择？不，父亲，儿子不行啊，儿子拿不了这种主意。未来2天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2日后给为父答案。奴才见过少夫人。您是哪位？奴才是长秋宫的小顺子，之前在岐善楼见过少夫人一面，您还记得吗？想起来了，难怪刚刚看着眼熟。长秋宫是九皇子找我有事是的是这样的，请问少夫人可有时间呢？九皇子殿下想和您单独见一面。没时间，还有别的事吗？这少夫人要拒绝的这么干脆吗？这可是九皇子殿下呀，哪怕是看在太子殿下的面子上，也得尊重一下九皇子吧。
我们家殿下说了，如果少夫人实在没时间的话，就让奴才转达。慕容别院的人已经奏过了，殿下帮少夫人报仇了。只是听说之前已经有人把慕容别院的下人揍了一遍。之前有人揍了一遍，你确定？啊，奴才确定。去完成任务的侍卫回来说，不少人都在喊，之前不是揍过了吗？为什么又要揍啊？少夫人真的没时间见我们殿下吗？殿下很想和您见面呢。好吧，怎么见面？你们家殿下现在在哪？啊，在岐善楼等少夫人。又去岐善楼了？他就不怕今天你来扑个空？不过转念一想，瑞王都能在昌宁侯府放眼线，更何况堂堂太子呢？太子势力强大到连皇上都忌惮了，在每一个朝臣家中安一个眼线，又有什么奇怪的？九皇子是太子的人，用一用太子的情报系统，又有什么奇怪？破案了。行，我们去岐善楼。小公公，你怎么来的？如果没有马车，我这就让人回去安排马车。奴才多谢少夫人关心，奴才是坐马车来了，只怕是惊扰到少夫人，所以就没让马车过来。马车就在那边的拐角处呢。那就坐你们的马车去。慕容姑娘，你来了。臣妇见过九皇子。慕容姑娘，我没想到你能过来。怎么会没有想到呢？尊贵的九皇子能屈尊请我，是小女子的荣幸。就算是天上下刀子，我也会来赴宴呀。啊，不是，少夫人，您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嘿，也不用这样，我是顺便。我想起上次在这用膳，你吃的很香，便猜想你喜欢这里的饭菜，所以便订了雅间，再请你过来。九皇子殿下，您误会了，我家小姐吃什么都香。昨天晚上在侯府主院，那一家3口吃不下饭，小姐都炫了2碗米饭。是吗？九皇子有心了。九皇子，你人真好。你若喜欢，以后我会带你经常来的。好啊，荣幸之至。小姐还蛮会哄孩子的。您要是困了就睡一会儿吧，昨天晚上您做噩梦没休息好。啊，不用了，他还没从岐上楼出来吗？哦，还没。王爷请放心，慕容姑娘和九皇子在一起，不会有危险的。李云池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外面有暗卫传来消息。王爷稍等，属下去就回。啊，这些暗卫和李云池一样，也是后期被召回来。之前因为瑞王一心求死，将心腹、暗卫、侍卫以及一些门客都遣散了。后来因为重拾希望，这才把愿意回来的重新又召回来。啊，王爷，刚刚属下得到来报，说慕容姑娘出了岐善楼，已经在往回赶了。听见他回来，君美玉的心这才放下，账目上的字也终于能看进去几个了。那王爷，属下用不用一会儿去将他们给请过来？算了。王爷不想见慕容姑娘？今天有些忙啊。他没说的是，他每次来看他，眼神都有期待。他知道他想听什么，他也想说，但确实没有想起来。我真没有。王爷，慕容姑娘没有回侯府，奔着我们王府后门过来了。你去接吧。是，王爷。哎呀，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哪怕是想起一朵云彩也好啊。怎么办？一会儿他问起来就说有蓝天白云，不行，这样太敷衍了。你怎么了？好好的薅什么头发啊？莫不是头疼？快说说具体哪里疼？怎么个疼法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没有，不疼。不疼还薅？满脑袋就头发还能看，把头发薅秃更丑了。和九皇子见面了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我派了几名暗卫轮流暗中保护你，希望你别生气。我知道你会生气，你讨厌被人管束，但我有理由。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有人保护还不好吗？我巴不得你多给我安排点人，到时候我就能横着走了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暗卫？还是不行吗？不是，是我想的那种暗卫吗？就是躲在房梁上、树枝上、草丛里，武功高强、轻功高强，暗中保护的那种暗卫。如果我说是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当然不会，我刚刚不是说了不生气吗？我巴不得你多给我安排，我就能横着走。我这么兴奋，是因为我之前只听说过有这么个物种，没有见过活体。活体？怎么总觉得这词语有些瘆人呢？爷，你在忙吗？不忙。我们出去看他们2人切磋，顺便找找暗卫。暗卫？找暗卫干什么？慕容朱雀兴致勃勃地跑到瑞王身旁，推起了轮椅，哼着小曲儿向门外走。你心情很好。是啊，因为九皇子请你去岐上楼了。既然喜欢岐上楼，为什么不让我挖厨子？难道喜欢酒楼就要挖厨子？那我还喜欢金銮殿呢。你要不要帮我造反呢？这么大你不
到的话，也只有你敢说吧。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是因为吃饭，我也不是吃货，至于吃顿好的就开心吗？是因为九皇子找人帮我教训了慕容别院的刁奴们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九皇子之前，就有人做好事不留名，帮我先教训了一顿，所以我才这么开心。君北玉心情更复杂，一方面被夸奖了，心情雀跃；另一方面又担心他把功劳安在别人身上。要命的是，他还不敢表现出对他太好，因为他清楚的知道朱雀不喜欢他，也不肯和他有任何的情感瓜葛。朱雀最想要的关系是合作关系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互不亏欠。如果他表现出太多对他的喜爱和关心，估计他不会愿意嫁给他了。算了，安在别人身上就安吧。一想到他能嫁给他，他也就不太在意了。哪来的蒲公英？不知从哪儿飘来的。你知道什么叫花语吗？不知。花语便是人们针对花的特点做一些解读，来赋予一些意义。例如说玫瑰，就是蔷薇，代表爱情；牡丹是富贵圆满。王爷可知蒲公英的花语是什么？蒲公英停留不下的爱。你就不怕我刻意隐瞒你想要的信息啊？我忘了。不是，我再重新解释一下行吗？再给我一个机会。蒲公英不是停留不下来的爱，是自由自在，是为理想飞翔，海阔凭云跃，天高任鸟飞。真是装逼一时爽，转身火葬场。光顾着敲打男人，怎么就忘了还有求于人？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努力回忆。只要回忆出，便第一时间告诉你。你觉得他们谁会赢啊？肯定是李云池，毕竟学了10几年功夫，而且体型体重上榴莲也不占优势。不过，李云池笑不了多久，因为榴莲有天赋。没错，我见过练武之人，没有1000也有700，但像朱榴莲这么有天赋的，却是第一个。他很有天赋，不是一般有天赋，他的武学天赋惊人。君北玉见女子，又沉默了好半晌。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身边人人都有天赋。你身边的人，慕容别院的人？不是那些刁奴，是另一些人，一些从10几亿人中挑选出来的能人。如果你愿意听，就乖乖闭嘴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你也别多问。是，放心，我不问。你现在的表现很对不起你当年投胎时的努力，都投胎成王爷了，还这么卑微。对你我不在乎，你继续说，我就当听说书了，绝不多问。原本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还算聪明，沾沾自喜。后来机缘巧合，我跳槽换了一份工作，发现新单位人人都有天赋，都很可怕。当时我心里沮丧，没表现出来，毕竟要面子嘛，还因为其他一些原因，只能被迫留下。我救榴莲时，自我感动的以为我是他的救世主，还高贵冷艳的命令他1年之内必须打得过我，因为我身边不要废物。我说那些话是为了给他压力，让他自强，让他这辈子再不被人欺负。毕竟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，谁知道他也有天赋。老天爷，就不能让我当一回救世主吗？郁闷。还有我呀，我也是被你所救，我也视你为救世主。还有我没有天赋，不信因为云池，我和他一起学武，我武学天赋弱于他。别骗人了，整个京城人都知道你和你母妃有经商天赋，把我当傻子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天赋这个东西其实人人都有，只是方向不同。例如有人擅长茶道，难道这不是天赋吗？你会因为擅长茶道而排斥他？再例如有人擅长女工，这也是天赋，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因为擅长女工而对他有敌意，对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只要不在我在意的范畴，是否有天赋不重要？对，你回忆一下，当时你身边人的天赋集中在什么领域？武力都比较能打。这就是了，你并非排斥所有天赋，却排斥能打的天赋。你放心，我在练武方面没有任何天赋，你若不信，我把教我武功的师傅们给你找来。看把你吓的，着急撇清关系。我没有那么狭隘，看见榴莲有天赋只是不爽罢了，不会真的排斥他，也不会排斥你。干什么？给我点瓜子儿，压压惊。刚刚我也没有骂你，用压惊。给我个碟子，吃个瓜子儿，瓜子皮吐地上，一会儿榴莲扫了就行。还用碟？用碗吗？穷矫情。碗也行。慕容朱雀最后还是从空间里掏出个古瓷小碟递了过去。狗皇帝是真不会怜香惜玉，这么好看的人说烧就烧了。但接下来瑞王做的事让慕容朱雀无语，却见他并未吃瓜子，还是一个一个的小心剥开，不用想都知道他剥给谁。这人怎么就没有记性呢？刚刚已经那么敲打了，算了，已经把话说得那么明白，他还执迷不悟，那就给他上一课，让他知道恋爱脑没有好下场。你不是出来找安慰的吗？去找找他们在哪儿。这讨好女人，所以把下属卖掉嘛？对，那我开始找了。不是，你们这是来考核专业技能来了。
小姐，今天气氛不对，难道侯爷真的辞官成功了？胡大象，那是……别猜了，一会儿进去就知道了。小的见过少夫人，侯爷和世子在书房里等您呢。书房内气氛更是压抑。儿媳见过侯爷，见过世子。坐吧。是侯爷。整件事前因后果你都知晓，老夫便开门见山了。今日皇上专门召老夫入宫，说唐念约一口咬定我们欺男霸女，还找了许多证人。即便是老夫现在辞官，紫嫣怕是也要受罚了。什么？表姐那么绝情，就算不看在亲戚的份上，就不看世子当年怎么卑微的追求他，这么坑表弟。你侯爷，那皇上可提出什么解决办法？别了，说是让紫嫣戴罪立功，我们父子俩带兵出战，剿灭西部罗刹族。罗刹族要正式开打了吗？你听说过罗刹族？罗刹族不服朝廷管束，想自立为王，被拒绝之后，开始频频骚扰西部重镇。我也是偶然在茶馆听说书先生说的。连民间都传开了，看来这一役是迫在眉睫了。今日老夫叫你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老夫同意接了这个任务。皇上承诺，只要紫嫣戴罪立功，唐聂约之事便不予计较。而且皇上还对老夫做了一些承诺，只是不方便说出来。儿媳知道了，请问侯爷把我叫来，就是告诉我您和世子要带兵出征。对，虽然我们有半年之约，但老夫还是希望在我们不在京城时，你能多加照顾侯府。这是一定，侯爷放心吧。别看小姐回答的痛快，如果不出所料，转头就得离开京城去西部。只是小姐要以什么借口离开京城？如果在前线碰见侯爷和世子，该如何解释？真是可恶。哦，对了，过几天儿媳有可能要出一趟远门，得提前和您说一声。出远门？去哪儿啊？流连唯一的弟弟要成亲，我随份子去，扯谎这不张口就来。奴婢父母双亡，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，小姐愿意屈尊来做舍弟的证婚人。奴婢这辈子当牛做马，也要报答小姐的恩情。反应的这么快吗？这家伙除了武学有天赋，难道表演方面也有天赋？你磕的这么使劲儿干什么？毁容怎么办？奴婢太感动了，奴婢何德何能，舍弟何德何能。侯爷，您也看见了，儿媳是私生女，没有亲近的兄弟姐妹。榴莲就是我的姐妹，她弟弟也是我的亲弟弟，所以我肯定是要参加她的婚礼的。好，行，到时候你们需要人手，和夫人说一声，带着就行了。如果紫嫣不上战场，可以亲自护送主仆二人，也许两人的关系也有回旋余地呀。小姐，奴婢刚刚演的像吗？金鸡百花奥斯卡，你选一个。奴婢不解，金鸡百花奥斯卡是什么意思啊？3个表演奖项，给你一个最佳女配角奖，选吧。今天晚上就给你雕奖杯。小姐是在夸奴婢吗？奖都给你颁了，还不是夸呀？奴婢多谢小姐，奴婢不要什么奖杯，只要小姐夸奖奴婢，奴婢就高兴了。唉，命运真是有趣。之前着急要经验时，得蹲在乱坟岗捡尸体；现在不着急要经验，竟然出门走走就能碰见瘟疫，在家等着就有仗打。恭喜小姐，犹如天助。不过，小姐之前着急要经验，是因为还依附瑞王。现在您有瑞王当靠山，就不用去前线涉险了吧？回头我们再找几个南里巷那种瘟疫治一治不就行了？你以为南里巷的经验很好拿？我们是碰见九皇子那傻小子了，换个人就得把我们抓起来，逼问药物来源，还不如去前线，兵荒马乱的才好蹭经验。别以为我依附瑞王我就安全了，如果瑞王变心了呢？就算瑞王不变心，也许瑞王明天死了呢。瑞王如果安全，能被烧成那样，榴莲你永远记住，靠人不如靠己。小姐教训的是，刚刚奴婢又犯糊涂了，弟弟失踪，父母双亡，被亲人卖了，险些丢了性命，竟然还想依靠人。小姐说的没错，不要依赖任何人，永远要靠自己。上回南岭相蹭的经验还剩了不少，我兑换一点抗生素，缝合用的线，直接换可吸收的缝线。虽然浪费一点经验，但不用拆，省事儿还不会露馅。器材也得多换几套，医用棉可以换一点，纱布纱布就算了吧。等回头我一走，上元拆包扎，眼看着纱布消失，解释起来多麻烦。小姐不是刚说不用空间里的纱布，怎么又掏出来了？我教你包扎和缝合吧，一旦忙起来，你也得干活。
什么啊？不愿意学？愿意，奴婢愿意学，只要小姐教的，奴婢都要学。学就学，哭什么哭啊？沈公鸡但凡有你一半的上进心，侯爷也不会这么郁闷了。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？脸色也憔悴，没睡好吗？没什么，我的脸都已经被烧成了这副模样，他还能看出黑眼圈？怎么看呢？几日不见，她又漂亮了。听昌宁侯的意思，皇上给了他5天的准备时间。之前孙元帅已经调兵遣将结束，侯爷只要交接一下，再稍微调整下便可。他们行军的速度快吗？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你去左手边第2列，然后拉开第3道抽屉。慕容朱雀跑去拉开了，里面有几卷地图。都拿来。好，什么破地图啊，都不如现代小学生用的地图精美。你看，京城在这个位置，而前线大概在这几座城，其中朝廷兵马主要驻守在衡山城，他们队伍人多，肯定要走官路，便从这里到这里。好长啊，好长的手指啊！是啊，确实很长，很长的一条路，要走好些天。真造孽，这么好看的手指主人，却被烧得这么惨。别担心，路途虽然长，但我会尽量让人把马车布置得舒适一些，不会太过辛苦的。大部队走官路，我们走哪条路？应该不会走官路吧？否则撞上就不好了。还有这条路，从京城到凤山，再从凤山到富宁，从富宁到冀州，这么稍微绕一圈，最后到衡山，或者从京城南下到茂县，乘船走水路，大概5天的样子。从庄河登陆向北走，大概1天的时间也能到衡山。水路能更舒服一些，不过这2条路我需要命人提前探查，之后我们再出发。行，听你的。真轻松啊！瑞王真是解决太多麻烦了，否则还得拉着朱榴莲一路探路过去。这样就好了，直接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赶路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辆马车啊？不行，路上我会很忙，得教榴莲一些医术，培养她注射以及训练她缝合。你别看我给你缝合时很轻松，实际上当年我集中练了3个月，毕竟医术缝合需要用持针钳，他得练一阵子。原来如此，辛苦了。可怜兮兮的，白瞎这尊贵的身份了。晚上休息时会见面吗？当然见了，就那么几辆马车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想怎么躲？那就好。狗皇帝，这么个美人胚子，说烧就烧！呸！别给姑奶奶机会，否则也得让狗皇帝感受一下毁容的痛苦。2人又围绕伪装军医聊了好一会儿，不知不觉夜深了。门外传来恭敬的敲门声，是切磋结束的李云池和朱榴莲。进来吧。慕容朱雀见朱榴莲回来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王爷休息，你在这儿睡，否则晚安。你也早些休息，云池去送送他们。是，王爷。随后李云池便送主仆2人回到千瑞院的院墙。榴莲姑娘，用我帮你翻墙吗？多谢李公子，不用了。随后足尖点地，噌的一下就跳了起来。跳得真高啊，真是讨厌死了！为什么身边的人都这么能打？还好有瑞王，瑞王没有武学天赋，还有个垫底的。真是讨厌死了！姑娘家的，为什么天赋要那么高啊？还没等李云池感慨，却见本来跳过去的朱榴莲又跳了回来。小姐，如果您不害怕，让奴婢试试带您跳过去好吗？慕容朱雀当然同意了，毕竟男女有别，每次都让李云池抱来抱去，影响不好。于是朱榴莲就抱起自家小姐，轻轻松松跳了过去。应该走水路，过一条大船，这样就能经常见面了。就定水路吧。小姐，您说夫人会不会心软啊？多半会。一个人哪儿说黑话就彻底黑话，得多大魄力，得经历多大磨难。虽然沈夫人现在也有失望，但程度上我觉得不至于。小姐的意思是，沈夫人就生气几天，回头又傻白甜？肯定打回原形，只不过应该比之前有所长进。却在这时，沈世子在侍卫们的簇拥下下来了。沈世子也是一身铠甲在身，一反平日里的纨绔形象，俊秀挺拔，玉树临风。小姐，奴婢突然觉得，如果侯爷不逼着沈世子读什么书，继续当武官，搞不好会更好。够呛，我觉得沈公鸡现在缺的不是学识或者武功，而是缺心眼儿。同样缺心眼儿，文官和武官的代价可就天差地别了。文官缺心眼儿，最多被贬官；武官缺心眼儿，搞不好有性命之忧。所以我认为侯爷的判断是对的，这么缺心眼儿的人就要多读书。小姐说的对。和他说一句话吧，我们去的是战场，要做最坏的准备。是啊，他们是去战场，而不是普通的公差。虽不至于九死一生，但也要做最坏的准备。对儿子怨归怨，但想到儿子如果战死沙场，沈夫人的喉咙瞬间噎了个东西，胸腔有一股子怨气恨意涌上。你这个孽子，孽子！
沈世子低着头看着柔弱的母亲，也是心如刀割。看吧。就在这时，沈世子却突然抬头看过来。母亲，孩儿去和阿雀说2句话，行吗？去吧，态度好一些。沈子言点了点头，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女子走去。小姐，她来了。哦，沈子言走到女子面前，目光复杂的看着她。你有话对我说吗？有。哎呀，有戏呀！太好了，终于要破镜重圆了。哎呀，就是说嘛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只是中间出了一点点差错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呐？